如果一个人他不相信信念可以创造一切，那么会变成怎么样？如果他100%相信信念没办法创造他的现实、他的实相，那么这一个信念同样会产生作用，同样会创造现实，所以这个信念就会造成他的信念，一般的信念都没办法创造他的现实。这个还是来自于信念创造现实的这个法则里面，并没有改变。那他会觉得说，在我的世界里面都不是这样，我的信念都没办法创造现实。我想，我的想法认为这样啊，但是到时候并不会出现那个结果，因为他内在有一个更深、更强大的信念，他认为他的信念没办法创造出现实，而且他可能完全相信一切都是来自命运，根本不是自己能够创造、能够主导的。他100%相信这个，所以他还是会创造出这样的机制，整个机制还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，一切还是离不开信念创造实相这个机制。信念创造实相这个法则很有趣。这么说好了，有些人，尤其是在中国啊、台湾啊、东方人，他们都相信说人死后，然后会下地狱，然后由阎罗王审判，那审判你一生的罪过、功过，然后做出一个结论这样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死后真的会遇到这个情形，真的会遇到，这个就是他信念所显化出来的实相，所以这个真的很有趣。很多人认为说，我死后然后会下地狱，然后会有阎罗王审判，真的会发生。我在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，他的阿公是那种道士，哇，会施法术的道士。然后他要死的时候很有趣哦，然后他就，因为他死的时候，我有跟着去医院嘛，然后就在那个病床旁边，然后医生已经说这个人已经往生了，已经走了，然后就几点几分，然后就写这样。结果过了1分多钟，然后啪，他坐起来，大家吓一跳，嘿，怎么这样子？然后他就跟大家说，你们不要紧张，刚才牛头马面来带我，然后我跟他们斗法，结果斗不过他们了，我要走了，你们保重，我跟他们去了，再见，不，打过去就挂了。嘿嘿，我当时就觉得很妙，怎么会有这种情形？后来慢慢我才知道，如果你相信什么实相，真的会实现，尤其是在死后纯精神的状态，你会马上实现那个实相出来，很有趣的。对啊，所以不要再说什么别人是神经病了，搞不好是真的，人家真的有看到，因为人家相信。对，人家相信。对啊，因为大部分一般人就是会相信神经病嘛，那神经病就是什么？就是智商很低，然后精神出问题，然后常常看到幻觉。对，一般人会相信有幻觉这回事。然后就说就是因为神经病，所以才会相信这些啊，所以导致说看到幻觉啊，很可怜什么什么的。这么说好了，我们现在存在的世界难道不是集体创造出来的幻觉吗？它同样是信念创造出来的幻觉。其实怎么说，现实到底是不是幻觉？如果一个你说精神病的人的患者，他搞不好不是真的精神病的患者，只是他相信了某一套系统。他可能从小接触的事情也好，怎么样看小说、看漫画也好，或者看动漫，他相信某种系统，然后他就开始产生某种去创造某种现实，然后他就在感官上看到这些现实，但是他跟别人讲，没有人会相信，就会变成神经病，有可能是这样。那另外一种就不太一样，另外一种可以稍微聊一下。另外一种是他心里面受到很大的创伤，然后他拒绝与现在这个现实去接触，然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。他封闭起来那个世界，他会把它当成是真的。那所以在他封闭在内心世界的时候，他内心到底有一些什么，有恶魔，有什么东西，他可能就会显化出他看到了这些景象。那其实这种他是因为把自己完全封闭在另外一个内在空间所造成的，那又是另外一种神经病。这种病人很多，同样是显化法则，而且我怎么听过，就是有人说，还是书上，还是网络上说什么，大部分的人都有精神病、神经病、精神病。这么说好了，如果这有点像我们活在一个大部分的人如果都喝醉的情况下，那只有我是清醒的，那他们一定会说我是醉的，我是喝醉的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到底谁精神有问题？其实我在想，其实大家都没问题，都是他自己的信念创造出他的思想，没有一个人是有问题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只是他的信念创造出什么这样而已。他创造出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，别人就会说他有问题。对啊，那所以真的有就是所谓的精神病嘛，神经病，所以不是，其实都只是信念。
精神病，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人在街上喃喃自语啊什么。嗯其实这种问题，我曾经就想过、探讨过，就是，其实我跟他没什么两样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做的事情只是把他心里面、他头脑在想的讲出来。那我只是没有讲出来，但是我头脑也是一直在想事情，然后他一直在讲说，啊，昨天那个谁啊，他不应该这样对我，他是怎样。如果我这样子讲给大家听哦，我就照念这样。昨天那个谁哦，他就这样对我耶，他是不是看我不爽啊？怎么样？我觉得我对他那么好，他竟然这样对我，你觉得是不是呢？我在街上这样一边走一边讲，是不是所有人都把我当神经病？其实我只不过把脑袋的话就原封不动讲出来而已。那我们看的那个神经病，搞不好他也只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是不是神经病，其实是我觉得，对呀。所以神经病跟正常人唯一的差别就是，唯一的差别只是他有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之类的。对啊，往往是这样，很多情况会是这样。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神经病。每个人如果听脑袋在那边废话，然后并且相信他，应该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问题吧。对啊，除非能做到不听脑袋的。